各位观众朋友们，早上、中午、晚上好，欢迎来到这个我搁了2个多月的经典回顾系列在2011到2013年之间呢，当时的 FOM 嫌石油佬撒币撒的不够多，所以没让阿布扎比成为那3年的收官战，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巴西站。所以2012年 F1 的阿布扎比其实是当年的倒数第3站。赛前车手总冠军的争夺格局发生了一点小变化。下休期之前领先维特尔42分的阿隆索，在下半赛季分别遭遇格罗斯让送出的飞龙在天以及 Kimi 在零路的千年杀，现在已经落后维特尔13分了。当时和头哥一样是2冠王的维特尔，虽然在蒙扎遭遇变压器故障退赛，但亚洲的一波4连胜让他强势反超阿隆索，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法拉利的气势。而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Kimi 落后维特尔67分，只在理论上有夺得世界冠军的可能了。但是你说13分的领先优势稳妥吗？一点也不。2010年的阿布扎比，维特尔一站就扳回来15分，搞得头哥脑袋都大了。敌人的经验教训就摆在眼前呀。周四，法拉利不想重蹈覆辙，准备放手一搏，他们打破了宵禁来给阿隆索的赛车升级换了一套新的前翼。当时每支车队每年可以打破4次宵禁，法拉利这还是当赛季第1次打破宵禁。结果第二天周五，一位马戏团员工就搞错了时间，在早上提前进入了法拉利的车库，但是并没有对2台赛车上下其手然后法拉利就这么白白用掉了第2次打破宵禁的机会传统异能了属于是。但法拉利的升级有用吗？如有。阿隆索和马萨第6和第8发车，但维特尔这边也没好到哪儿去，他 Q3 的成绩本可以排在第3，却因为无法抽出1升燃油进行抽检而被取消了成绩，队尾发车。所以红牛干脆就给维特尔换了引擎和变速箱，维修区起步。马尔多纳多、Kimi 和巴顿都借此上升了一个位置，排在第3、4、5。而虽然说法拉利在赛车升级这方面跟不上红牛，但是搞幺蛾子法拉利是一点不差。维特尔那边刚被罚，阿隆索这边就跟车队较上劲儿了。法拉利技术总监帕特弗莱在上一站印度站之后发了一条推特，说以法拉利的速度，他们不应该排在红牛和迈凯伦后面第3排发车。马萨被巴里切罗的弹簧砸过之后，竞技水平下滑明显，已经给阿隆索当了快3年的绿叶，所以帕特弗莱不可能专门发推特暗讽马萨。那么他的目标就很明显了，是头哥，潜台词就是嫌头哥不够快。而头哥在阿布扎比取得第6之后，他自信满满的表示，虽然排位成绩不理想，但2012年的世界冠军100%是自己的，只是法拉利的赛车再快一点就好了，算是对帕特弗莱暗讽自己的回击。维特尔的目标是法拉利，而阿隆索的目标是自己人所以头哥在法拉利的第2次争冠失利其实早就有伏笔了。真的，法拉利要是不内斗，其实还挺和谐的。正赛发车之前，霍纳觉得维特尔能追到第7、第8就谢天谢地了，但维特尔只留下了一句领奖台上见，就坐进了赛车里。比赛还没开始，倒数第2发车的佩德罗·德拉罗萨右后轮的暖胎毯就卡住了，被推回了维修区好的，维特尔需要超越的赛车少了一台。那么5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韦伯的发车还是一如既往的昏厥。Kimi 在超过韦伯之后，马上把马球网往外献祭，在1号弯之前上到第2。巴顿也是被韦伯影响到了，阿隆索瞅准机会超过巴顿上到第5。车阵后方2位印度力量的队友和佩雷斯以及小塞纳试图4车并排，夹了个双层3明治。库克莫戈被队友保罗·迪雷斯塔挤坏了左前悬挂，然后赛车失控撞上了小塞纳，迪雷斯塔也得进站把爆掉的右后轮换掉，这样维特尔兵不血刃又上升了3个位置。再看阿隆索这边，他已经吸上了韦伯的尾流，8号9号弯走了一个交叉线，占据出弯速度优势，在10号弯之前顺利超过韦伯上到第4，还一个锁死差点撞上马尔多纳多。此时汉密尔顿的轮胎还没有热起来，在8号弯冲出赛道，Kimi向着分站冠军发动了第1次尝试，但是汉密尔顿守住了。与此同时，维特尔还在白捡位置，格罗斯让超过罗斯伯格的时候被刮爆了右前轮，而此时的格罗斯让还不知道这其实是罗斯伯格干的呢。Okay. Okay, no problem. We are ready for you. We are ready for you. 他们一个进站换胎，一个换前翼，维特尔来到第18。但是好运不会一直有的，在尝试超过小塞纳的时候，他们发生了碰撞，因为内线还有一个卡斯基岩，所以小塞纳在8号弯的走线比较靠里，这才导致了事故。维特尔的前翼右端板有损伤，但是车队觉得不用换，把要不要进站的选择交给了维特尔。 Sebastian, there is damage on your right hand side. We can see it. It's up to you if you want to pit. We're ready for you. 于是维特尔就在场上撑着，还表演了个1超2，佩特罗夫和谢尔皮克都成了他的背景板。可以看到维特尔是用中性胎起步，和绝大部分车手的软胎起步策略不一样。
准备拉长第一个 stint， 看看能不能占个安全车的便宜。这站的中性胎其实挺耐操的，没准能撑完全程，就像2年前的佩特罗夫第一圈就进站跑完比赛一样。但速度怎么样就另说了，主流策略呢也是一停，不过就是维特尔得等上好长时间才能换上新前翼。超过科瓦雷宁之后，维特尔已经在9圈之内从第24追到了第13。突然卡斯基安和罗斯伯格双双飞了出去，只见卡斯基安的赛车带着一缕青烟进入14号弯，然后在15和16号弯中间突然减速，罗斯伯格反应不过来，直接从卡斯基安脑袋顶上飞了过去。得亏16号弯的缓冲区足够大，才没有造成2次事故，两位车手也相安无事。他们俩也是非常幸运了，罗斯伯格的赛车没碰到卡斯基安的头，他自己赛车掉下来的轮胎也没到处乱飞砸伤自己，当时可是没有halo的呀。赛后我们才知道啊，卡斯基安的液压系统坏了，他的方向盘变得非常沉，转不过来，让不出赛车线，才导致了事故，安全车出动。但是现在进站对于一停来说还是太早了，所以只有维尔涅、格罗斯让和迪雷斯塔进站了。不过对于维特尔来说，这是换前翼的好机会。但纽维经过肉眼风洞一通分析之后，觉得不用换。We're not worried about the front wing damage. Data looks good as well. Copy. Obviously, keep an eye on it. Maybe we could change it in the pit stop. Understood. 既然不换前翼，那么安全车就能帮他压缩一下队伍。这场比赛维特尔的幸运值简直拉满呐！然后维特尔就撞了。What is he doing? He's stopping all the time. I hit the front wing. I hit the DRS line. So check the front wing, please. 这下就不得不进站了，维特尔再次掉到了最后一名，他换上了软胎。要是软胎起步的话，这次换上硬胎就可以一跑到底了，而现在可能要被迫二停了，或者孤注一掷赌一把一跑到底。反正阿隆索现在都冲到第3了，红牛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第15圈比赛重新开始，阿隆索在倒数第2号弯转向不足，没有跟紧马尔多纳多，韦伯顺势展开攻击，但发车直道还是太短了，没能完成超越。而此时维特尔在比赛重启后刚驶过了7个弯角加1条长直道，就超过了德拉罗萨和迪雷斯塔。下一圈还是8号弯，还是3车并排，维特尔试图同时干掉格罗斯让和夏尔皮克。怎么还没吃够撞坏前翼的教训吗？好在这次夏尔皮克主动退缩了，马鲁西亚而已，没必要趟争冠的浑水。但是格罗斯让却在9号弯完成了反超，随后维特尔挤进了格罗斯让的内线，4轮出了白线，新胎抓地力好，就是敢做动作呀。11号弯维特尔又超了一次格罗斯让。 Well, we are talking to Charlie about that. Sébastien, let Grosjean by. Give position back to Grosjean. Give the position back to Grosjean now. 保险起见，维特尔还是把位置还给了格罗斯让，总比被罚5秒强吧？不就是超车吗？下一圈再干你一遍不就完了？下一个目标是小红牛的维尔涅。好家伙，这维尔涅为了让车就差把自己开到赛道外面去了。可惜呀，现在该撞的车已经撞完了，安全车也出过了，维特尔应该没啥机会捡皮夹了。汉密尔顿慢了下来，进11号弯的时候，汉密尔顿的赛车直接从4档挂入了空档，这也算是迈凯伦整个赛季的缩影了。坐拥围场纯速度最快的赛车，排位赛拿到杆位之后，却总是因为种种故障葬送大好局势。此时的勒克莱尔打了个喷嚏，直接拿数据说话比较直观一点。汉密尔顿那一年总共拿了7个杆位，然后排在积分榜第4。所以现在领跑比赛的是谁呢？当然是迈凯伦的天才少年，法拉利迄今为止最后一位世界冠军，莲花车队的债主之一，说话按字数收费，活跃程度与酒精量成正比，拥有独特暖胎技巧的 F1 常驻战地记者，打羽毛球对维特尔保持100%胜率的芬兰冰人 Kimi Räikkönen。迈凯伦这事儿 Kimi 可熟啊，他们可至少坑掉了 Kimi 2个世界冠军呢。后面的阿隆索也在黄旗赛段之前超过了马尔多纳多，头哥已经为马球王挡了21圈了，得亏马球王失误锁死了一下，给了机会，要不然恐怕真就往日重现了。凭借这次超越，头哥的积分也暂时反超了维特尔5分。Okay, Kimi, next guy behind you is Alonso. Alonso 5 seconds behind you. 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gap. 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pace. Just leave me alone. I know what to do. 下一个要过马球王的是韦伯，他在同一个弯角用和头哥相同的方式去攻击，但这可是马球王啊，不要想当然他会让你。马球王前轮都已经锁死了，但还是没能避免碰撞，韦伯被顶 spin 了，丢了3个位置，掉到马萨身后。巴顿就很机智，借着韦伯的前车之鉴，他选择了内线攻击完成超越。We need to stay out
at the minute. We need to stay out. Just keep the lap times nice and tidy. 此时软胎换中性胎的议停窗口已经开始，维特尔借着其他赛车的进站来到第8，而法拉利刚让马萨在外面多撑一会儿，韦伯就追了上来。小样，干不叫马球王还干不叫你？韦伯又尝试走外线，但他好像从来不在乎内线是谁，又发生了碰撞。韦伯被挤出了赛道，但他却给马萨带来了马球王一般的压迫感。返回赛道之后，直接给马萨吓得死病了。这下马萨就不得不进站了，还给维特尔抬到了第7，在积分榜上又把阿隆索反超了回来。韦伯也算是帮维特尔尽了一点点微薄之力。此时 Kimi 在前面领跑的非常舒服，已经把和阿隆索的差距从第22圈的6秒拉大到了 7.5 秒还真是人狠话不多Kimi 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看到了吧？想要像 Kimi 一样洒脱，那就一定要有让人闭嘴的能力才行。个性和装逼的差距就是硬实力。接下来头哥、巴顿、马球王进站，维特尔追到了韦伯身后，而红牛的指令也虽迟但到。If Sebastian gets a run, don't fight him. 不过没事，韦伯马上就进站了。下一圈 Kimi 也进站，出站将好卡在维特尔身前，但维特尔这套软胎已经跑了17圈，追 Kimi 就甭想了。Kimi 一圈比维特尔快了 0.7 秒，不是同一个量级的。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维特尔会不会二停了。时任贝耐利赛车运动总监对于软胎的极限圈数预测是36圈，而维特尔需要撑42圈。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维特尔二停了，又换上一套软胎，右后轮稍微慢了一点，但是无伤大雅。最后一个 stint 他会跑得非常快，维特尔的出站窗口也非常干净，一马平川。而他的队友韦伯被堵在了格罗斯让、迪雷斯塔、马球王组成的火车后面，但是麻绳专挑细处段，厄运专找2号车手。佩雷斯想要在11号弯1超2超格罗斯让的时候很顺利，但是12号弯他吃了太多路肩，转向不足，把迪雷斯塔挤到了草地上。13号弯回来，迪雷斯塔又把佩雷兹挤到了白线外面。而就在佩雷兹返回赛道准备切14号弯弯心的时候，他完全没看到后面的格罗斯让被顶了180度。此时 VVIP 观众席上的韦伯扛着摄像机一般路过，却被躲避佩雷斯的格罗斯让撅飞了右后轮。停车，拆方向盘，结束，下班，安全车启动。佩雷兹10秒 stop go 罚时。Okay, Kimi, we need to keep working all 4 tyres, please. Keep working all. Yes, I'm doing all the time. We don't have to remind every second. 你们在教法拉利最后一位世界冠军做事看我 Kimi 让不让你们破产就完事儿了。安全车再一次帮维特尔压缩了车阵，而这次维特尔的轮胎不光比 Kimi、头哥和巴顿的软，并且还要更新，它是有可能赢下比赛的。F1 历史上还从没有过哪位车手能从最后一位发车夺冠更别提维修区起步了。1982年的美国长滩，迈凯伦车队的约翰沃森曾经从第22位发车夺冠，但那时场上有26台赛车，不知道这次维特尔能否创造历史呢？第48圈，维特尔在11号弯外线攻击巴顿，但还不够。下一圈外线不行就走内线，这次巴顿牢牢占据了中线，又守了一圈，而他们俩的缠斗也让头哥跑远了，他一圈圈的刷新着全场最快，一点点蚕食着 Kimi 的领先优势。如果头哥拿下了 Kimi， 维特尔没能超过巴顿，那么头哥的积分就将追平维特尔，这绝不是维特尔希望看到的局面。所以第52圈，维特尔在8号弯刹车非常晚，走了很宽的一条出弯线路，这下他在11号弯就能跟巴顿轮对轮了。维特尔寸土不让，稳稳地将车身保持在白线之内，从巴顿手里抢走了最后一个领奖台的位置。阿隆索这边呢，虽然他最后10圈基本都比 Kimi 快，但 Kimi 在安全车刚结束那3圈就把头哥拉开了3秒多，所以头哥一直没能追到 Kimi 身后1秒以内。最后一圈，最后一段长直道，阿隆索赛车的尾翼还是没有打开，他已经没有机会了。Kimi Raikkonen 他不需要工程师告诉他该干什么，也不在乎外界的纷纷扰扰，他只想一个人待着。在告别了 F1 整整2个赛季之后，在回归 F1 的第18场比赛，在前期站诞生了7位不同分站冠军的 F1 历史最精彩赛季，成为了2012年第8位获得分站冠军的车手。Nice job, Kimi. Absolutely brilliant. Yeah, thanks guys. Great job. 同时维特尔从维修区追到了第3，只让头哥追进了3分估计阿隆索是怎么也想不到，维特尔都维修区发车了，怎么完赛的时候只落后自己 3.3 秒呢？ Unbelievable, mate. Unbelievable. Thank you, boys.
told you, never live, never stop believing. 如何用3句话从一个维修区发车领奖台完赛的车手手里抢走所有的焦点和最佳车手呢？ Kimi 用这场比赛交出了一份完美解答。这时候弹幕就要问了，这不才2句吗？别着急，领奖台上还有1句。 The people want to know how amazing it is to win a Grand Prix. Delphi, tell us. Because last time you guys was giving me shit because I didn't really smile enough, so maybe this time again, but I mean I'm very happy for the team and for myself, but mainly for the team.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 Kimi 第一次怼工程师了，比如那一年的比利时站。 We're currently under threat from Michael behind. We need to get past Hülkenberg. I know what I'm doing. 那维特尔怎么才能挽回局面呢？跟你的好基友一起骂回来就行了。 Would we have started from third, it would have been a different race, but yeah, it was obviously a chance to fuck it up, and we didn't do that, so I think we can be very proud today. 如果还想让自己的争冠对手尴尬一下的话，那就在休息室里缠着好基友不要走，留着头哥自己一个人在边上默默往头上浇水。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但 Kimi 才不管你们这些，你们喷你们的，尽管这不是香槟，而是玫瑰气泡水，但是我先造一口。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我个人认为可以排在2012年的前3，事故、安全车、逆袭和令人惊喜的冠军一个也不少，还造了梗，能和瓦伦西亚站拼一下。第一嘛，当然是巴西站，相关的视频我也做过，大家可以去翻一下。维特尔这次的逆袭可以说至关重要，不光兑现了赛前说的领奖台上见的承诺，还间接的影响到了巴西站的大决战。要知道，最终维特尔在积分榜上只领先头哥3分，也就是他超过巴顿抢下来的3分。虽然评分还是维特尔获得世界冠军，但也正是这3分才让舒马赫有底气在比赛还剩7圈时让过维特尔。因为当时维特尔领先着阿隆索1分，如果少了超巴顿的3分，舒马赫的这一让就会决定总冠军的归属。这次跨车队的让车就再也没有了传奇色彩，反而会被蒙上层层争议。所以不论是梅奔车队还是舒米本人，没有这3分，那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会让这件事发生。7圈大于超舒马赫，这是何等的地狱难度。所以说争冠路上的每一分都举足轻重，都会引发蝴蝶效应。每分必争是每一位争冠车手必须具备的心态。至于我为什么突然歪了话题讲到了这里，月底更新的维特尔传最新一章会告诉你们答案。